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交往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开始喜欢他喜欢的音乐，假日的安排慢慢变成他习惯的节奏，讲话的方式偶尔会闪过一个他常用的词，然后你愣了一下，直到有一天你突然意识到，如果这段关系从你的生命里消失，你不确定剩下的那个人还算不算是你。这个感觉不是戏剧性的崩溃，它更像某天早上醒来对着镜子，突然觉得镜中的自己有点陌生。很多人走到这里，第一个念头是：我是不是爱得太深了？或是我是不是太没有主见了？但我今天想跟你说的是，这两个答案都不太对。这不是爱太多的问题，也不是你的性格问题。这是一个可以被观察、被理解，也可以被处理的心理过程。它有个名字。今天这集我们要聊的是角色吸纳效应。为什么在亲密关系里，自我边界会悄悄被蚕食？你几乎不会察觉，但它一直在发生。看完今天这集，你会拿到3个具体可以操作的自我锚点，让你在一段关系里仍然清楚知道自己是谁。在进入为什么会迷失之前，我想先帮融合感平反一下。关系刚开始的时候，那种我们越来越像的感觉，其实是你的大脑在正常运作。恋爱初期，大脑会大量分泌多巴胺和催产素。多巴胺让你对这个人高度专注，催产素让你对他的一切感到安心和依附。在这个状态下，你的大脑有一套机制会被高度启动，叫做镜像神经元系统。镜像神经元 Mirror Neurons 是神经科学家贾科莫·里佐拉蒂 Giacomo Rizzolatti 研究团队发现的神经结构。简单来说，当你观察到重要他人的行为、情绪，甚至习惯，你的大脑会在内部模拟一次同样的状态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他吃东西觉得好吃，看他对某件事兴奋，你也会跟着兴奋。你的神经系统正在映照他。所以老话说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这句话背后是有神经科学在撑腰的。这个机制本身是建立亲密感的生物基础，它不是问题的起点，它是爱的一部分。你开始用他的口头禅，开始对他喜欢的东西产生好奇，你的大脑在说的其实是你对我很重要。这很正常，也很珍贵。但这面镜子有一个问题，如果你照得太久，你开始分不清楚镜子里的那个人是你还是他的倒影。融合感和迷失感之间有一条线，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那条线在哪里，以及你怎么知道自己已经越过它了。关系心理学的研究里有一个现象叫做角色吸纳效应 （Role Engulfment）， 它描述的是这样一个过程。当你在一段关系里扮演的角色，例如他的女友、他的男友、他的伴侣，开始成为你唯一的自我定义，你的其他角色就会慢慢被排挤到边缘。你不再只是你，你变成了他的谁。这个过程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，它通常有3个早期讯号，你可以对照看看。第一个讯号，你开始取消跟朋友的约，理由是他今天可能需要我在，即使他根本没有开口要求。第二个讯号，有人问你最近在忙什么，你发现自己的答案全部都只跟他有关，你的生活叙事开始只剩下一个主角。所以你是说，一段关系可以让人变成另一个人？也不完全是，更像是让你忘记自己本来是谁。这中间有差别。变成另一个人听起来是主动的选择，但角色吸纳却是悄悄发生的。
你通常要等到某一刻才会突然意识到它已经发生了。第三个讯号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，你对自己原本的喜好开始感觉陌生。你不确定你以前喜不喜欢这个，甚至心里会浮现一个疑问：我以前是这样的吗？当你需要透过另一个人来确认自己的记忆，这就是你的自我轮廓已经开始模糊的讯号。我想在这里强调一件事，这不是爱太深，也不是意志力的问题。角色吸纳效应是一个可以观察的心理过程，在特定的关系动态下，任何人都可能发生。这不是你的错，但你现在选择看见它了。这件事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的。那为什么同样在关系里，有些人会迷失得很快，有些人不会？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心理变项，叫做自我概念清晰度 （Self-Concept Clarity）， 简称 SCC。这是由心理学家珍妮佛·坎贝尔 （Jennifer Campbell） 提出的。自我概念清晰度描述的是一个人对我是谁这件事有多一致、多稳定、多清晰。不是说你要非常了解自己的每一个层面，而是当有人问你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心里有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答案。不会因为昨天跟谁吵架就全面否定自己，也不会因为对方不喜欢你的某一面，你就立刻想改掉。SCC 比较低的人，在关系里更容易发生角色吸纳。原因不复杂，当你对自己的轮廓本来就是模糊的，一段关系就会提供一个现成的身份框架给你。我是他的谁这个定义，比起我是谁这个问题，焦虑感低太多了。大脑会自然倾向选择那个让他比较安稳的答案。但我要特别说清楚， SCC 比较低不代表你没有自我，也不代表你软弱，它是一个可以被测量、可以被强化的心理特质。你的自我概念清晰度会随着你的生命经验，你对自己的观察练习，慢慢变得更稳固。这就是为什么自我锚点这件事是有意义的。在讲3个锚点之前，我想先说清楚一件事：什么是自我边界？心理学上，自我边界 （psychological boundaries） 指的是一个人对哪些是我的感受、我的需求、我的价值观，和哪些是来自他人的，这之间的区分能力。它不是一道墙，不是说我不让你靠近，它更像是一条线，一条让你随时知道自己站在哪里的线。有了这条线，你才能真正选择靠近一个人，而不是不知不觉地被吸进去。锚点1：不因关系改变的清单。这个练习很简单，但做的人不多。找一个安静的时间，列出3到5件事。这些事的条件是跟你的伴侣完全无关，是你独立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就会去做的事。可能是某种运动、某个创作习惯、某个你固定去的地方，或者某个只属于你自己的仪式感。列完之后，每隔一段时间问自己一个问题：这些事我还在做吗？如果答案是好像很久没做了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但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讯号。这份清单的功能是让你的大脑定期确认一件事：你不只是关系里的那个角色，你还是你自己。锚点2：自我叙事测试。这个方法来自珍妮佛·坎贝尔在研究自我概念清晰度时所使用的核心问题。我把它改编成一个你随时可以问自己的版本。如果今天我不在这段关系里，我会怎么向一个陌生人介绍我自己？我来示范一下，当角色吸纳效应的讯号出现是怎样的情形。自我概念开始模糊的人，回答通常会是这样的：我平常就是工作啊，然后陪他。
我喜欢的东西吗？我喜欢他喜欢的东西。我不知道欸，我以前好像有在做什么，但现在想不起来了。这个回答里没有我，只有他和不确定。自我概念相对清晰的状态，回答会更像这样的：我是做设计的，我喜欢去找一些冷门的咖啡馆。周末如果没有事，我习惯去爬山。最近在学一个新的东西，还没学好，但我很享受那个过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个版本里有很多我？不是说它不重要，而是你在关系之外，自我仍然清楚存在。如果你试着回答这个问题，发现答案越来越短，越来越难回答，或者你说的几乎都只跟对方有关，这是值得你认真看待的讯号，不是审判，而是观察。锚点3，还记得你原本是什么样子的人？这个锚点不是要你去练习什么，而是找出一个人。我想请你仔细想一下，并把这个人找出来。在你的生命里，有没有一个人认识的是这段关系开始之前的你？譬如一个朋友，一个家人，一个你信任的人，而他见过你还没有进入这段关系时的样子。这个人的功能不是帮你评价你的伴侣，也不是要你去跟他抱怨你们的关系，他的功能只有一个，作为一个参照点，让你偶尔能够回头确认你原本是什么样子的人。当你开始迷失的时候，这种被原本的你看见的感觉，有时候比任何方法都更能把你拉回来。如果你现在想了一圈，发现身边好像没有这样的人，这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讯号。不是说你一定出了什么问题，但亲密关系以外的人际连结是你自我感的其中一条根。讲到这里，我猜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个担心，这样是不是代表我不能全心投入一段关系？难道我要一直保持距离才能保有自己吗？我想直接回答这个问题，不是的。设计自我锚点不是要在关系里筑一道墙。关系心理学告诉我们的是，真正稳固的亲密连结是两个自我清晰的人选择靠近彼此，而不是两个模糊的人融化在对方里面，然后谁也不知道边界在哪里。融合感是美好的开始，但它不是终点。带着完整的自己去爱一个人，这才是你和他都值得拥有的关系。带着完整的自己去爱，听起来很美。但如果你根本不知道完整的自己是什么样子呢？这才是今天这集真正要问你的问题。看到这里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觉得你现在的自我边界是哪一种状态？ A. 很清楚知道自己是谁。 B. 偶尔会迷失，但还好。 C. 正在努力找回自己。留言告诉我你的答案，想多说的也欢迎继续深入聊聊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订阅桑木心理观察站，每周五晚上8点更新。不想错过的话，可以顺手开启小铃铛。如果这集内容让你有收获，也可以透过超级感谢和粉丝热推支持一下桑木。你的每一个鼓励都是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桑木心理观察站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